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11月29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2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79.96，收盘价是182.92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到达了188.50，最低价是在179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9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10日均线值。当日的成交量是9303.81万股。那由于上周五是半个交易日，所以这样测算下来啊，在11月28日的成交量与前一个交易日成交量啊，基本是量平。KD 值开口不变，双线是继续上行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增大，双线上行，并且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，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多头的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1月2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倒垂线，那它的位置呢是股价下跌到了低点之后的反弹中。那我们会看到，在当日这个倒垂线出现的高点啊，是一度站上了185，但是呢，收盘价又收在了185的下方，所以啊，它并没有实现突破。那在这里我们讲的突破是指的11月18号和21号两个交易日这个实体长红 K 线和11月22日与11月23日这两个交易日合并的实体长绿 K 线。那么这两根 K 线合并之后，组合在一起呢，叫做母子怀抱。那我们说的这个突破呢，是指这个母线的最高和最低。所以说啊，股价并没有突破这个母子怀抱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的一个标志位，也就是母线的最高。对，那没有实现突破，并且呢，收了这样一个倒垂线。上方是有很长的上影线的，说明啊卖压是很重的。那日后呢，股价是容易出现回档的。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如果说股价是开低走低，那么股价是很容易转折向下的。当然，如果是开高走高，那日后如果收盘价能够站上这个倒垂线的最高，那股价呢将会继续向上反弹。好，以上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2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175.5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在192。实际在11月28日收盘价是在182.92，那当日出现了横盘。那我们说当日是有高点，对，虽然收盘价站上了10日均线值，但是呢，上方的卖压还是很重的，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股价的回档。好，我们先去除这个矩形，这个矩形是我们前一日定义的下方的一个支撑的一个带宽，对，我们先把它删除。好，那如果说对于11月29日股价出现回档，它的目标，第一个目标就是前低和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。那我们测算5日均线值呢是在178到180之间，所以我们取下限，我们移动这个观察线到178。
好的，那股价如果出现回档，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跌破178，当然它也在前低的附近啊，然后继续向下的目标，我们说依然是下方的这个167.54这个水平线，它是这个母子怀抱母线的最低。我们说跌破5均和前低之后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跌破这个母线的最低，也就是说跌破这个横盘区域。那如果这个167.54的水平线被跌破呢，那接下来它的目标就是要跌破下方162的水平线。这条水平线我们要上移到162，162就是周 K 线图当中的200均值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在周 K 线图当中，我们会看到在本周下方会有一个200均值，目前是在162.32这个位置。对，好，我们回到日线图。那这样一来，我们说如果跌破这个母线的最低啊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62。当然我们会看到，那股价如果出现回档之后，要跌破下方的这个167呢，那5均值包括下方的这个缺口还有前低，这都是支撑位。好，这是股价的回档。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反弹，说如果股价继续反弹，它向上的目标就是我们说，还是这个185，就是要突破这个母线的最高，这是它的第一个目标。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前高，其实和我们会看到是这个5号趋势线，就是要突破这个头低的下行趋势。那5号趋势线和当日 K 线交点是在187.5附近，实际上和前高是重合的，所以这是股价要反弹的第二个目标。那一旦股价突破了这个5号趋势线，那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上方的这个200关口。200关口和我们会看到11月15日这个 K 线最高是重合的，所以股价如果继续反弹，就是有这样3个目标。当然，在突破5号趋势线要突破2号关口之间呢，我们会看到会有20日均线值将会成为一个压力。好，那这样一来，我们总结一下，对于11月29日，我们上方要关注185、188，还有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199。我们说在这3个点位股价是很容易遇压而折返向下的。对，好。那下方呢，我们要关注167.54这个水平线。那日后股价如果跌破了这个水平线呢，我们认为会有新的一波的下行的走势出现。当然我们说股价要跌破这个水平线呢，5日均线值包括下方的缺口将成为强支撑。所谓强支撑，就是预支撑股价有可能是要反转向上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1月29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首先说到来的压力位就是185，然后是上方前高和5号趋势线的重合的这个地方，我们测算是在187到188.5之间，这是第二个压力区间。再向上的压力位是20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是在190到191之间。然后第4个压力位就是这个
200关口。好，这是上方的压力，下方的支撑是，我们说下方会有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80到181之间，还有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78到180之间。那这样我们把这2个均线值合并呢，它有一个支撑区间，就是从178一直到181。对，这是第一个支撑区间。这个支撑区间涵盖了前低，所以这个支撑也将是比较强的一个支撑。那接下来的支撑就是这个缺口是170到172，再向下的支撑就是167.54，然后第4个支撑是162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我们给出11月2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我们认为在29日它的股价继续回档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81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最低会到达172，也就是会回踩一半的缺口，收盘会收在173附近。这是第一个可能，回档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股价会继续横盘。那如果是继续横盘呢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有可能会到达189，也就是继续出现一个新高，然后最低会回踩到180.6，在这个位置，收盘会收在184附近。对，那出现横盘是有条件的，就是它必须是一个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0的。那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横盘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11月2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